在一个古老的夜晚，1930年的台湾，月光洒下银色的纱，照亮了一段几乎被历史遗忘的抗争。如果你曾经沉醉于 YouTube 上标签如历史、台湾、赛德克族、武装抗议、雾社事件等内容的视频，那么这篇文章将带你深入了解那些勇敢的赛德克族人。台湾这块宝岛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生的土地，其中赛德克族作为原住民之一，他们坚韧勇敢，有着独特的歌舞和传统。然而，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，赛德克族人并没有被平等对待，他们被强制接受日本文化，放弃了自己的传统，失去了对祖先土地的控制。但是，赛德克族人并没有就此放弃，他们选择了反抗。而这次的反抗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抗议或示威，而是一场短暂但凌厉的战斗。在台湾中部的雾社地区，赛德克族头目莫纳鲁道这位勇敢的领袖，决定联合各个部落共同起义。他们选择了雾社公学校作为首要的袭击目标，因为这所学校不仅是日本统治的象征，还因为这里驻扎了大量的日本兵力。那一天，莫纳鲁道带领着族人们，身着传统的战斗服装，腰间挂着锋利的武器，他们悄悄地接近学校，待到夜幕降临，一声吆喝，所有的战士都像猛虎下山，冲向了那些毫无防备的日本士兵。这场袭击迅速而又凌厉，日本士兵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。但这场反抗并不是一帆风顺，赛德克族人虽然打赢了第一场战斗，但日本的军队很快组织起来，展开了反攻。接下来的战斗更为激烈，两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雾社事件，这场几乎被遗忘的战斗，成为了日治时期台湾最后一次武装抗日事件。这场事件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，它反映了赛德克族人对自由、尊严和土地的坚决追求。它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，但也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历史。正如 James A. Michener 在 The Source 中所说，历史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剧本，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角色和故事。赛德克族的雾社事件正是这部剧本中的一部分。而接下来，我们要进一步探讨这场事件背后的更多故事。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，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，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麻烦你点赞和订阅，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。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谢谢你。在探究雾社事件背后的故事前，我们需要首先理解赛德克族在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。这个部族作为台湾的原住民之一，有着丰富的传统和文化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，更接近大自然，依赖森林、山脉和河流为生。赛德克族人在台湾的山区中建立了自己的社区，他们以狩猎和农耕为主，与大自然和谐共处。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领地，领地的边界通常是某条河流或某座山脉，而每个部落的中心都有一处神圣的地方，那里是部落的灵魂所在，用于举办各种仪式和活动。但是，当日本占领台湾时，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日本的统治者试图改变赛德克族的生活方式，强迫他们接受日本的文化和教育。赛德克族人被迫放弃他们的传统，转而种植日本推崇的作物，甚至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名字和着装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赛德克族的神圣土地被日本人占领，并用来建设学校、矿场和其他工业设施。这不仅破坏了赛德克族的生态环境，也摧毁了他们的文化和传统。而对于赛德克族人来说，土地不仅仅是生存的基础，更是他们祖先的承诺和他们的灵魂所在。所以，当莫纳鲁道决定起义时，他不仅仅是为了反抗日本的统治，更是为了保卫赛德克族的文化、传统和土地。这场起义不是偶然发生的，而是赛德克族多年积压的愤怒和不满的爆发。雾社事件的爆发也引起了其他原住民部落的关注，许多部落都与赛德克族有着深厚的友情和同盟关系，他们纷纷表示支持，并向赛德克族提供援助。这场起义不仅仅是赛德克族的战斗，更是所有台湾原住民的战斗。而日本方面为了镇压这场起义，也调动了大量的兵力，雾社地区变成了战场，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
但赛德克族人凭借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和对自由的渴望，展现出了顽强的抵抗力量。最终，尽管赛德克族没有赢得这场战斗，但他们赢得了尊重和认可。雾社事件不仅仅改变了赛德克族的命运，也影响了台湾的历史进程。这是一场关于尊严、自由和土地的战斗，也是一场关于勇气、坚韧和牺牲的战斗。而对于我们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，更是一个永远的教训。我们应该珍惜和尊重每一个文化和传统，而不是试图消灭和同化它们。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，值得我们去保护和传承。雾社事件的尘埃已经沉淀了近1个世纪，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仍然如此深刻。每当我们在台湾的山林间徜徉，听那潺潺流水、风吹树梢的声音，我们能否真正感受到那片土地背后隐藏的故事和情感？赛德克族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占据了短暂的一段，但他们的勇气和坚韧已成为无法抹去的篇章。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仰和文化，成为了后人铭记的英雄。但在此之后，台湾的历史仍在继续。台湾渐渐地从一个被殖民的地区，成为了一个独立、自由的国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许多族群，包括赛德克族，都为台湾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如今的台湾已经不再是那个受制于外部势力的小岛，它拥有了自己的文化、经济和政治体系，成为了亚洲的一颗璀璨明珠。但在这背后是台湾人民不懈的努力和坚韧的信念。同时，台湾也没有忘记它的历史和根源。赛德克族的故事和文化仍然被珍藏和传承，在台湾的学校、博物馆和艺术中心，都可以看到赛德克族的影子。他们的故事被编织成歌曲、舞蹈和电影，成为了台湾文化的一部分。但更为重要的是，台湾人民从雾社事件中学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：尊重。尊重每一个个体、每一个文化和每一个传统，因为他们都是这个世界多彩多姿的一部分。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许多文化和传统都面临着被同化和消失的危险。但我们不能忘记，正是这些文化和传统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石。如果我们失去了它们，我们也将失去了自己的根源和历史。因此，让我们从雾社事件中汲取智慧，铭记历史，珍惜当下，展望未来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为一个更加和谐、多元和繁荣的世界而奋斗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每一片叶子，每一滴雨水，都是历史的见证。让我们携手，为那些为我们付出的先人，为赛德克族，为台湾，留下一个更加美好的传统和文化。